全市生意最好的包子铺，据说吃过的人个个流连忘返，就连美女警花都吃得汁水横流，而我却一把将包子抢过来，丢在地上。宋阳，你干嘛？别咽，先别咽。这包子有问题，是温猪肉吗？是人肉。一听这话，黄小桃哇的一口全部吐了出来。看到这个纹路没有？是人类皮肤上的纹路。人是无毛动物，为了增加摩擦力，皮肤上会有微小的纹路，这是只有人才有的特征。快通知队里吧。黄小桃给刑警队打了电话，随后两人走到包子铺前，亮出证件。不好意思，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案件有关，请立即停止营业。一旁等着买包子的居民也是一头雾水，七嘴八舌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案件啊？非要在这个时候抓人？汤师傅多好的人，能犯什么法？你们警察是不是搞错了？抓人归抓人，让我们先把包子买了，我钱都付过了。我们怀疑他的包子用了温猪肉，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再吃了，否则会得传染病的。温猪肉，你们确定吗？天啊，我天天都吃，会不会得病？我本想说人肉包子的事，但一想这实在太惊悚了，只怕说出来会引起社会恐慌。警官，你不要乱讲好吧？我的肉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不可能是温猪肉。我一向奉公守法，你这不是坏我的小本生意吗？麻烦你先把铺子收了，等警察局的人到了再说吧。老板只好自认倒霉，开始收铺子。阿姨，你觉得这个老板是罪犯吗？看他的反应好像是无辜的，但也有一种极小的可能性。是什么？他是一个心理极度变态的家伙，所以连警察都不害怕。听你这么说，看来他大概率是无辜的。不一会儿，几辆警车开进来，把围观群众用警戒线隔开。技术组的小周走了过来。黄警官穿得这么漂亮，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没有。关你屁事。那啥，我先去提取样本，带回警队化验。我俩也走进包子铺里开始搜查。店铺后面就是厨房，推门进去，没有看到被大卸八块的人体和满地的血污，相反是干净的台面，刚刚包好的包子，墙角成堆的面粉，还有一包包冷冻起来的肉馅。我凑近肉馅仔细闻了闻。有什么发现吗？这里面都是人肉，另外还有一股很重的香料味道，都是用来做药膳的中药材，难怪做得这么香。我说宋阳，你该不会是以前吃过那种肉吧？怎么可能？只是简单的排除法罢了。这肉馅既不是猪肉、牛肉、羊肉，也不是驴肉、狗肉。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老鼠肉，因为我听说有些包子店会用老鼠肉来改善口感，但直觉告诉我可能不对劲。店里没什么好调查的了，我们去找老板。他正哭丧着脸哀求着问话的警察。警察同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人肉的事情，我这是小本经营，是为了养家糊口，怎么可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原来老板姓汤，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人，没有犯罪前科，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卖包子，赚点辛苦钱就寄给家里。至于肉馅的来源，汤老板说是一家肉联厂每天早上加工好送来的，他一直以为是猪肉。在警员问话的时候，我在一旁开启家传绝技动优之瞳进行观察。从汤老板的面部表情来看，他确实没撒谎，看来有问题的是这家肉联厂。每天送肉的是同一个人吗？是的。他叫什么？住在哪？住哪我不清楚，也没有联系方式，只知道他叫马金火。最近半年都是他来送肉，每隔3天来送一次，今天早上来过一次，下次来是3天以后。宋大神探，你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送肉的马金火有重大嫌疑，我觉得现在有3个调查方向。第一，去肉联厂了解一下此人的信息，但我估计可能不会有收获。第二，把整个南江市最近3个月的人口失踪案汇总一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消耗人力的，在这一片附近找找看，有没有被丢弃的人骨或者人体内脏。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在想早上的你跟现在的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怎么平时整个人呆呆木木的，一碰上案子就变得这么敏锐？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吧？你有人格分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是广义上的人格分裂，但跟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有所不同罢了。当我提到人格分裂这个词的时候，汤师傅露出一丝惊异的神色，但我当时没有太在意。喂，林队是我。什么？在河边发现一具男尸？我们一行人从卖人肉包子的店铺来到发现尸体的河道边，尸体外面裹着一层黑色防水塑料袋，绳子系得十分凌乱，我们倒是袋子也已经被剪开了。我和黄小桃第一眼看见尸体的时候，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被剃光了毛发，全身裸露，只穿了一条内裤，身上被削去了大量皮肉，尤其是四肢被削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白骨。究竟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凶手跟死者得有多大的仇啊？不但没仇，甚至可以说凶手不是为了嘎人才做的这种事。不是为了嘎人，什么意思？你们看他的脸。
黄小桃还有其他几名警察当即把目光投去。他在笑，也许这不是笑，而是极度痛苦之下做出的狰狞表情。不，这就是笑，发自肺腑的笑。人做出笑的表情的时候，要牵动20多根面部肌肉，所以不可能是别的表情。那死者为什么会笑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凶手让他吸入了一氧化二氮，俗称笑气。这种气体吸入之后可以麻醉全身肌肉，并且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的表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凶手反正是要嘎了他，如果是怕他尖叫，大不了把嘴给堵上，为什么还要给他全身麻醉？从犯罪成本来说，弄这种医用麻醉剂本身风险很大，很容易被追查到。我没有马上回答，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答案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变态。帮我买一瓶质量最好的醋，一个小漏斗，再买一些无沙紫菜，还有海带。宋顾问，你这是要在这给大伙做饭吗？叫你去你就去，怎么那么多废话？行，我马上就去。不一会儿，刚刚派出的那名警察把我要的东西送来了。我将一颗小药丸塞进醋瓶子里，先放一段时间。帮我找个脸盆。随后又将海带、紫菜放进盆里烧成紫黑色的细灰。你这是在干什么？这叫海草灰，是用来验指纹的。海带、紫菜里面含有大量的碘，而碘可以让指纹显现。我取了一些海草灰撒在死者身上，撒完之后，我等了一小会儿，轻轻吹掉外表的一层浮灰，但是仅存的皮肤上没有任何指纹。拿个紫外灯过来。我把一段泡过药水的红绸布蒙在紫外线灯上，轻轻扫过死者的身体，果然出现了一些手掌的形状，上面没有指纹，只有一些类似编织品的纹路。凶手戴了手套，并且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手掌强壮有力，年龄大约在40岁到50岁。我关掉紫外线灯，把剩下的海草灰撒在塑料袋上。当一阵风把草灰吹掉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塑料袋上竟然出现了大量凌乱的掌纹指纹。这是怎么回事？凶手明明很谨慎，为什么却在塑料袋上留下这么多指纹？凶手有可能是2个人，嘎人的是一个，善后的是另一个。你看袋口的绳结扎得很草率，有几个地方还打了死结，与凶手的谨慎小心完全不同。显然善后的这个人相当慌张。可惜袋子在地上拖动，加上水流长期冲刷，把指纹完全破坏了。随后我叫一名警察把尸体扶起来，另一名警员把漏斗塞进死者的嘴，往喉咙里灌醋，我则俯下身去听醋在内脏里流动的声音。这一招是听骨辨音的高阶手法。宋阳怎么样？听出什么来了吗？死者的腹腔里面空空如也。这应该也没什么吧，大概是被凶手抓起来，关了几天没给他吃的。但他的肠道里面连粪便都没有。人体内的消化物和粪便含有大量毒素，当人体饥饿的时候，肠道会开始把粪便重新榨一遍营养，自然这些毒素就积累在肌肉和血液里了。凶手显然知道这一点，便用特殊手段强行让死者排光粪便。我猜测凶手这么做不是要折腾死者，而是为了保证死者的肉质达到最可口的状态。这种人渣真该千刀万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继续作案了。我们尽全力而为，哪怕这2天不眠不休，也要把他抓住。验完尸，我和往常一样掏出一些纸钱在死者面前烧化，念了一段往生咒才离开。我和黄小桃一起回到局里，他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警员王元朝的。王元朝说马金火3个月前从肉联厂离职，之后就失踪了。这么说失踪的时候他并不在单位，那是谁向警方报的案？举报马金火失踪的是一名匿名群众。真该死，又一条线索断掉了。不，线索没断，不但没断，还有一个重要突破。什么意思？包子铺的汤师傅不是说马金火这半年一直在给他送肉吗？可是这个马金火早已失踪，汤师傅莫非是在对我们撒谎？走，我们再去找他。我们再次来到汤师傅的包子铺，但我们怎么敲都没人应门。来吧，宋神探，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私闯民宅这不好吧？你怕什么？有什么事我顶着。行。我只用了10秒就把门锁捅开了，然而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汤师傅去哪了？一直在家呀，没见他出去。你们怎么盯梢的？一个大活人都看不住。我们这就去找。我在店铺里走来走去，用动优之瞳仔细侦查。案板上堆放着一些面粉，还有一团刚刚和好的面团，旁边有一桶拌好的肉馅，灯都是开着的。看起来汤师傅正在准备蒸包子，可是人怎么不见了？店铺没有其他的出入口，难道他人间蒸发了不成？看来他不在这，我们这样等也不是事儿，先回去吧。也只能这么。等等，我的视线落向橱柜旁边的地面，地上撒了一些面粉，面粉上面有2道笔直的痕迹。这柜子有人拖动过，难道下面有暗门？来，我们把它挪开看看。
我和黄小桃合力挪动橱柜，后面果真露出一个大铁门。我们下去看看。成。我隐隐感到这下面隐藏着什么重要线索。我们在汤老板的包子铺里发现了一处暗门，黑漆漆的通道宛如通向深渊的地狱之门。我率先走下去，台阶因为常年受水汽腐蚀，又湿又滑，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整个地下室被一道帘子隔成两间，我伸手掀开那道门帘，见到的景象令我浑身战栗。天花板上挂着一排生锈的铁钩，钩子上还有一些凝固的血迹。下面的长桌上放着一个又黑又长的塑料袋，从形状来看，里面似乎装了一个人。桌子边缘不断有滴滴答答的血水滴落，在地上已经汇聚成了一小滩。最下面则是用螺栓固定的一台手动绞肉机，绞肉机下接了个托盘，里面装着一些可疑的肉馅。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人肉加工作坊，快通知局里增派人手，立刻逮捕汤师傅。好。小心后面。果然是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马金火呀。汤师傅就是马金火，难道说他是人格分裂？你胡说，你是汤师傅，我命令你放下武器，不要乱来，小区里面有我安排的警察。汤师傅完全没听进去他的话，也许在他眼里，我们仅仅是肉，和猪牛没有区别。嘿嘿，肉送上门来了，立刻退后，否则我就开枪了。你们两只不听话的小麻喽，竟敢打伤我！快趁现在我来拖住他，你赶紧逃出去叫人。这绝对不行！别废话，你又没有战斗力，姐保护你吧。说完他就冲了上去，两人体型悬殊，汤师傅在黄小桃面前就如同巨人一般。我来帮你。嘿嘿，好美的腿，煮来吃一定很香。爷爷说过，动幽之瞳是我们宋慈后人一脉的家传绝技，如果全力施展，视力和观察力将100倍于常人，不过副作用极大，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将动幽之瞳施展到极致，这时我能捕捉到他肌肉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预测他下一次攻击的方向。宋阳，你的眼睛暂时失明了，应该是极致催动动幽之瞳的后遗症。那要多久才能恢复？我也不知道。先别管这些，快打120。他还没嘎？我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现在只是昏厥了。对了，我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算，太算了，他都要改你了，标准的正当防卫。那就好，我还真害怕待会警察来了，给我跟他一人一副银手镯。就算你真的防卫过当嘎了人，我就天天给你送饭。全部不许动，举起手来。别开枪，自己人。警察和医生赶到了，收拾残局就交给他们了。我和黄小桃离开这间地下室，外面依然阳光灿烂，可是那感觉却恍如隔世一般。宋阳，你的眼睛真的不碍事吗？我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用，我已经感觉到视力在逐渐恢复了。我和黄小桃一起回到警察局，汤师傅已经清醒，样子也比较憔悴。2名警察正在审讯他。为什么嘎人？快老实交代。人不是我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马金火那混蛋把尸体扔到我铺子，我没办法才帮他处理尸体的。还敢狡辩？现在已经是铁证如山，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配合我们警方，老实交代犯下的罪行。之后不管警察怎么问，都是这些话。就在大家快失去耐心的时候，汤师傅脸上的神情突然变了。马金火，叫老子干嘛？把老子打晕那个小哥怎么不来审问我们？他不敢见我们，除非他来，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视线，他拿起内线电话，让里面的人退下来。我们上吧。上次的事情，你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吧？怎么可能？我可是警察，警察会怕罪犯吗？行，那我们进去吧。那个小哥，给根烟呗。抱歉，没有。现在已经是铁证如山，你是死罪难逃。这次审讯也只是走个过场，你就老实招了吧，别耽误大家时间。那么你们想知道什么？真正的马金火在哪？是不是已经被你嘎了？河边和地下室的尸体又都是谁的？把你的犯罪过程都老实交代出来。行吧，遇上你，我认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我的故事吧。3年前，马金火欠了汤师傅10万块，当时实在是还不上，就提议拿肉来抵。他每天利用工作之便从肉联厂顺些肉出来。2人因为是同乡，当初并没有立下字据。3年下来，马金火不知道给汤师傅送了多少猪肉，这笔债应该早就还清了。谁料3个月前，汤师傅家里急需10万块，竟然翻脸不认账，又要他掏钱。2人于是就吵了起来，言辞比较激烈。马金火气不过就动了手，谁料汤师傅身体强壮，竟然把马金火给嘎了。汤师傅回过神来，吓坏了，一旦尸体被发现，他就要坐牢。
他想来想去，决定效仿《人肉叉烧包》那部电影，把马金火剁碎了做成包子卖掉。当然，人肉和猪肉是有区别的。汤师傅怕被顾客吃出来，每次蒸出来的包子都要亲自尝一遍。有一次尝着尝着，他不知不觉吃掉了半体。回过神来，吓得冷汗直流。从那天开始，汤师傅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每到晚上8点，也就是马金火被杀的时间，汤师傅都会性情大变，疯狂地吃自己做的人肉包子，一边吃一边露出满足而诡异的笑。渐渐的，他的身体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便是死去的马金火。那2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肉很快就吃完了，我饿极了，恨不得从汤师傅身上切点肉来吃。于是我花了1个半月才准备充分，绑架了一个年轻的理货员。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为了改善肉质，我让他吸饱了笑气，然后一刀刀把肉剐下来。看着一个活人被剐成骨架，那种快感简直无法言喻。继续讲。后来正在我准备慢慢享用的时候，没想到被汤师傅发现了。那个怂货竟然把我没割完的尸体吓得丢掉了，然后把肉加工成了包子。不过我转念一想，这样也不错，我就是要卖人肉包子，让更多老百姓吃到美味的人肉，让整个社会都接纳这种行为，那样以后吃人肉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地下室里那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又绑架了第2个人，正准备处理尸体就被你们盯上了，就只好暂时放在地下室里了。其实你们只是没尝过人肉的味道，等你们尝过之后，就会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人本来就应该是食物链中的一环，我们可以吃猪吃牛，为什么不能吃人？在一个人最年轻的时候吃掉的，难道不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吗？真是太变态了。是啊，连我都有些透不过气来了。你觉得汤师傅真的是被马金火的鬼魂附体了吗？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我不认为鬼魂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要是鬼魂真这么厉害，还要警察干什么？所以他是双重人格了？对，懦弱的汤师傅改人之后，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使他慢慢产生了第2个人格，而这个人格就是马金火。双重人格在法律上要怎么判？我国法律并不承认这种事情，他最终还是要被判刑的。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那就好，这样的恶魔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审判。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爷爷，喂，卧槽，杨子，你这2天死哪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再找不着你，我们就要报警了。抱歉，这2天有些事情要处理。你快回来吧，马上学校要办话剧节，你还是社团的理事呢，到园长你都快找疯了。行，我马上到。那个，学校那边有点事，我先过去一下。好的，宋大神探，这次能这么快破案，多亏你了。你有什么想吃的，改天姐请你。只要不是吃包子都行。我一溜烟跑到学校，在我寻找话剧社的位置时，走廊里传来一阵哒哒的高跟鞋声。你好啊，宋同学。不好意思，我们见过面吗？我是你们新来的心理学老师，我看过你的档案。哦，对了，叶诗文同学的道具小刀忘了，麻烦你送一下。我穿的高跟鞋，上楼梯不是太方便。我从他手里接过那把带鞘的小刀。当然可以，那个，我先送刀去了。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瞥见他的右眼，那是一颗碧绿的眼珠。就在我凝视这只眼睛的瞬间，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远远退去，整个视野里只有这只奇妙的眼珠，还有李老师温柔的声音。宋阳，你现在感觉身体很轻，好像浮在一片水中。我的脑子一下子空了，仿佛真的浮在一片温暖的海水中。宋阳，你发什么呆呀？东西呢？拿来了没？给你。谢了兄弟，该我上台了，一会表演结束一块吃饭啊。难道他刚刚是在催眠我？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敢确定，我以前绝对不认识他。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发生什么事了？叶诗文他把张燕杀了。他像疯了一样，在舞台上用一把小刀在张燕身上不停地捅，人都被捅成马蜂窝了。这怎么可能？你敢信？眼前这个男人当着全校学生的面打了人，他却说凶手不是他。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我那么爱他，我怎么会打了他？你先冷静，等警察来了再说。宋阳，帮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可是当着几百人的面打人，就算我能耐再大也救不了他。我会尽力调查真相的，但你一定要配合。大力，把我柜子里的东西拿过来，快，我有急用。
发生什么事了？张燕洗了。怎么可能？谁嘎的？学校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你在哪呢？我在休息室啊，一直跟李老师待在一起。李老师？哪个李老师？就是新来的心理学老师啊。宋阳，你现在感觉身体很轻，好像浮在一片水中。他在哪？几分钟前走了。好，你快来吧。这个李老师太不对劲了，一定有问题。不一会儿，黄小桃带着一群警察赶到。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话说你是不是被日本某小学生附体了？怎么走到哪就发生命案？这也不能怪我呀。我把刚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黄小桃立刻警惕起来。他刚才想催眠你，这女人一定有什么猫腻。说完，他就派了一名警察去教职工宿舍调查。不一会儿，王大力也把东西都拿来了。我接过背包，用听骨木在尸体上听了一下。死者脏器大面积破损，死因是心脏的贯穿伤，并无太大疑点。之后我又用验尸伞查看阳印痕，发现身上有许多凌乱的手印和指纹。毕竟这是一身戏服，加上正在演戏途中被不少人碰过，这样的结果也是难免。普通的锐器窒息，死亡时间在半个小时前。你觉得达人动机是什么？怎么可能有嘎人动机？他俩才刚恋爱，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除非他疯了才会在众目睽睽下嘎人。你说催眠能嘎人吗？一般来说，催眠是嘎不了人的。如果催眠者下达违反被催眠者道德底线的指令，比如说让他脱掉衣服，他就会立即清醒过来。一般来说，那就是有特殊情况喽。等等，我先问他几个问题。我们来到叶诗文面前。别哭了，我问你，案发之前你和谁交谈过？好几个人，包括宋阳，也就是普通的聊天。那你的刀从哪来的？宋阳给我的。所有人同时看向我。是李老师交给我的道具刀，这刀我以前见过，是没开刃的。不对吧？这刀开刃了，而且特别锋利。一定是刚磨的。你当时没检查吗？救场如救火，我哪有时间检查？嘎人的瞬间，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脑子一片空白。不要紧张，警察是来帮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叶诗文冷静了一些，他努力回想着，突然很恐慌似的抖了一下。我在切西瓜，我渴得不行，突然看见一个大西瓜，就想过去切它，结果它突然动了，从里面爬出好多触手，我害怕极了，就用刀不停地扎它，然后我一下子惊醒过来，我居然嘎了他。我已经知道了，催眠绝对不可能指挥一个人进行凶杀活动，但如果真的想用催眠来指挥目标杀人，你觉得应该怎么做？让他把被杀的人当成一件东西。没错。你怎么这么了解？因为我以前……小桃姐，你过来一下。这时，刚刚派去调查李老师的小周把黄小桃叫了过去。你们确定？这不可能！几人频频看我，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正在我准备过去听听是什么事的时候，黄小桃突然伸手指向我，把他逮捕。在我一脸懵逼的时候，王元朝已经按住我的肩膀，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宋阳，我真是看错你了。凶器上只有2组指纹，你的还有凶手的。后台调出的监控视频也显示是你亲手把刀交给叶诗文的。还有李老师，他一直在后台和王大力聊天，期间根本没有离开过，更没有接触过这把刀。我的血蹭一下冲进大脑，那把刀明明是李老师交给我的。你们听我说，这是个圈套。王大力他中途离开过，你知道的吧？对不起，杨子，就算我们是朋友，我也不能做伪证。我跟李老师一直待在休息室里，他中途没有出去过。我知道了，王大力，你被那女人催眠了。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测，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元朝，你听我说，这里面一定弄错了。别跟太啰嗦了，带回局里吧。我实在没想到黄小桃竟然是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人。难道他们都是这样冷血的人？什么交情都是假的？他们抬举我们，其实是抬举宋家的绝学，只是想利用我们破案，一旦遇到麻烦立即就跟我们划清界限。我被带到公安局，王元朝亲自压着我，黄小桃脸上也是面无表情。我被没收手机，关进一间拘留室。让我给孙局长打个电话。除了律师之外，你现在不能联系任何人。你有律师吗？别人不信我就算了，为什么连你也不信我？我们好歹算是生死之交吧。黄小桃没有理会我，只抛给我一个冰冷的背影，那就是他的回答。我在拘留室里待了3个小时，心里可以说是万念俱灰。
这时拘留室的门被打开了，你就叫松阳吧，黄警官教我好好关照你一下。说完手便向口袋掏去。吃吧，兄弟，赶紧的，待会茶坊的看见了，咱俩都没好果子吃。我起身接过他递过来的火腿肠，一脸茫然。你说的黄警官是黄小桃？是啊，道上都管我叫耗子，我是黄警官的先人。那之前他们那样对我，你傻啊，兄弟，那是演出来给别人看的。这案子跟你有关，他们不摆出一张臭脸，装作跟你划清界限，上面是不会叫他们继续查这桩案子的。我恍然大悟，差点哭出来。也不给个暗示，搞得我都差点崩溃了，好不好？小哥，你面子真大呀，能让整个警署陪你演戏，什么来头？你老爸在哪高就？我就是个普通学生。我随口敷衍了他2句。这时黄小桃来提审我，有空常联系啊，小哥，出去了，请你捏脚。正规的那种。我被带进审讯室。没想到有一天你也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吧？你们咋不演了？林局已经批下来了，专案组由小桃姐负责。还好你领会了姐的良苦用心，我刚刚还一直担心给你造成心理伤害呢。都造成成吨的伤害了，好不好？你们这点小伎俩能瞒得过我？我只是在配合你们而已。好了，回头来姐家，姐好好补偿补偿你。给你做好吃的，你们想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正常流程走一遍。小周，你负责记录。我把整个过程从头说了一遍。疑点果然就在这个李老师身上。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逮捕他。就算他站在这里亲口说是他催眠了叶诗文，也只能放他走。催眠有手段高低之分吗？有，3年前我侦破过一个心理学家催眠达人的案件。那名心理学家名叫李文海，催眠手段非常高强，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他直接掐住被害人的脖子，在被害人大脑缺氧的时候进行催眠，成功率几乎是100%。半年内，李文海搞了10几个人，所有人都是意外或者自杀，而他每次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对了，王大力好像跟我提过，这个李老师真名叫李文佳。李文佳、李文海同样精通催眠之术。小周，马上去调查一下这2人的关系。对了，李文海还活着吗？几个月前洗了，当年他是被我亲手送进监狱的。这人是知识分子，在监狱内受不了其他罪犯的欺负，自己用一根磨尖的牙刷自尽了。不一会儿，刚刚出去的小周就回来了。没错了，他们2个正是兄妹关系。最近你要小心一点，我总感觉他的真正目标是你。为他哥哥报仇嘛，但是我和那个宋诗文又不认识，陷害他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我也有点想不通。对了，叶诗文呢？他马上要移送到看守所等候庭审了。我内心十分愧疚，决定和黄小桃一起去送他一程。你们见到叶诗文的时候，他正哭得死去活来。别难过了，到了看守所，我会叫人好好照顾你的，绝不让你受委屈。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的。就在这时，不知哪里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响指声，叶诗文的眼神瞬间变了。黄小桃下意识准备掏枪，却发现枪套空了。快闪开！叶诗文突然举起一把黑黝黝的手枪，我迅速把黄小桃推开。他身后一名警察应声而倒。叶诗文不给我们任何反应的机会，立即将枪口再次冲向黄小桃。我一咬牙冲了上去，把他扑倒在地。警察们也一拥而上，将叶诗文制服。黄小桃，你的死期到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录音机一样呆板。这句话应该是李老师植入他脑海中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李老师的用意，他是要把一颗定时炸弹送到黄小桃身边，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刚刚那个响指声，李老师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去调集附近监控。我扭头看向黄小桃，他正跪在刚刚牺牲的警察前一言不发。我走到他面前，俯下身拍拍他的肩膀。别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我刚刚给王元朝打电话，没有人接，是我派他盯着李老师的。我愣了一下，叶诗文一个普通大学生被催眠，都可以有这么恐怖的战斗力。如果是王元朝被催眠，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王元朝是武警教官，一个人能单挑一个武警中队，而且意志刚强，应该不会轻易被催眠的。我一定要把这个恶魔抓捕归案。宋阳，你能帮帮我吗？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不好，他一定去找马警官了。马警官是谁？马警官是我的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李文海的案子就是他带队的，我只是参与了抓捕李文海，他都对我穷追猛打。马警官他肯定更不会放过。走，我们动作要快，不然……我们赶到马警官的住处，是一片老旧的居民楼。马警官当了一辈子刑警，儿子被歹徒报复杀死了，老夫妻俩相依为命。如果他有个什么3长2短，我绝不会饶恕李文佳。我们来到一扇门前，门没锁，从里面传出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上集我们将被李老师催眠的叶诗文控制住后，黄小桃提出他的下一个复仇目标可能是当年亲自指挥抓捕他哥哥的马警官。当我们来到马警官家门前，却从门内传出一阵浓烈的血腥味。
我们冲进去，只见地上只有一个倒在血泊中的老太太，胸口插着一把刀。我上前用手指测了下老太太的脉搏和体温，已经洗了1天了。这是马警官的妻子，李文佳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我不明白，他有这种本事，完全可以在我下班路上催眠我，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嘎掉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罪犯可不是这样想的，你不痛不痒的洗了，他就收获不到犯罪的快感。他就是要让你众叛亲离，让你害怕，让你恐惧，让你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我看了他的档案，他从小父母双亡，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李文海被你逮捕，然后洗在狱中，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到底有多恨你。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议论声。我出去看看。老马家怎么大白天敞着门？是不是进贼了？这可说不准，咱们要不要报警？我以为他们只是无关的路人，但当黄小桃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几人的眼睛突然直了。不许动，我是警察。黄小桃对着天花板鸣了一枪，枪声震耳欲聋，可对他们却无效。一个大妈扑上来，黄小桃一脚蹬在她肚子上，大妈只在地上缓了2秒，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爬起来。他们也是被李文佳催眠的普通人。他刚说完，几个大妈就一起冲了上来，黄小桃也收起手枪和他们缠斗在一起。我冲上去想把他们拉开，可这些丧失理智的大妈就像大力士一样，我怎么都拽不动。忽然这些大妈像从梦中惊醒一样，一脸茫然。黄小桃翻着白眼，软软的躺在地上。怎么会有死人？小伙子，你看见是谁干的了吗？滚，都给我滚！喂，你什么态度？凶手就是你吧？再不滚就嘎了你们！大妈们尖叫一声，纷纷逃出去，只留下我跪在地上无助的大哭，心如刀绞。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啊！我操，原来你是装洗的，你吓死我了！有什么槽出去再吐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赶紧离开。我想到一招，如果再遇见被李文佳催眠的傀儡，我就装作抢先嘎了你。这个主意好，不过你下手的时候要温柔一点哦。我们一路有惊无险地来到停车场。上车之后，黄小桃拨了个电话。我刚才已经联系邻居了，他应该马上就能带人赶到。这时，一直停在旁边的一辆红色跑车慢慢摇下车窗，里面坐的人竟然是李文佳。你好啊，黄警官，今天玩得还开心吗？李文佳，你胆子不小，敢谋杀警察，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黄警官，你在说什么呢？我只是一个路过这里的普通市民。说，你接着装。马警官和王元朝被你弄到哪去了？抱歉，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小神探。说完，他便发动汽车扬长而去。快追上去！打不着火，应该是点火装置被他破坏了。可恶，又被他耍了。不一会，林老虎就带着一群警察赶到了。出这么大事都不通知我，黄小桃，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局长吗？林叔叔，您先消消气，现在当务之急是将李文佳控制起来，不然会起更多人的。大侄子，不是我不抓他，只是抓人得有证据。你们手上有李文佳的罪证吗？李文佳目前为止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可不行，现在是法治社会，哪怕他祖宗18代没一个好东西，哪怕他脑门上就刻着坏人2个字，没有罪证也不能抓人。要不然电影里面那些黑社会老大怎么敢跟警察坐在一张桌上吃饭？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吗？不过我们可以强制搜查他的家，失踪的王元朝、出事的2名学生都与他有关，已经可以将他定为犯罪嫌疑人了。说完，林老虎马上调了一批人马去李老师的职工宿舍调查。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喂，杨仔，我查到你要的东西了。原来来电话的是老幺，一个计算机网络天才。我之前拜托他帮忙调查李老师那个能将人催眠的绿色眼镜。我现在把资料给你传过去。多谢了，这回你可帮上大忙了。我一会把答应你的报酬打给你。我靠，拿我当自己人看不？还要什么报酬？完事之后请我吃顿饭就行。那多谢了。我挂掉电话，和黄小桃一行人回到局里，打开老幺传过来的资料。上面说，李文佳的右眼极有可能来自于一种传说中的狐狸——闭眼妖狐。闭眼妖狐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一带，这种狐狸因为数量很少，又生活在天敌无数的大草原，为了生存，它们慢慢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妖瞳。和妖瞳对视的动物往往会突然间僵硬不动，就像是时间停止住了一般，它们就用这种本领来躲避天敌。这听着怎么像是修仙小说里的情节，靠不靠谱啊？这虽然听着有一点点扯淡，但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哺乳动物的大脑中有一个感应时间的区域，叫做基底核。这个基底核相当于人体的内置时钟。我们在开心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悲伤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超级慢，都是受到了基底核的影响，而闭眼妖狐的眼睛则能在瞬间关闭目标的基底核，这就是李文佳催眠的奥秘。不过资料上显示，闭眼妖狐早在建国后就已经灭绝了，天知道李文佳是从哪里搞到的。可是把动物的眼睛移植到自己身上，难道不会排斥吗？肯定会排斥，血型相同的人移植器官都会排斥，更不要说跨物种了。他大概需要长期注射抑制免疫系统的药，免疫系统肯定比正常人要弱许多，所以他平时一定百病缠身，还要服用大量抗生素和镇痛剂才能抑制肉体上的痛苦。疯啊，简直是个疯女人！报告邻居，我们在校职工宿舍和他常去的住所都没有找到李文佳，并且刚刚接到各区报案，昨天晚上6点到目前为止，整个南江市有10几名市民失踪。肯定是李文佳干的，他在绑架人质。立刻召开案情讨论会，全局上下不管有什么事都必须到场，联系特警那边，我们需要协助。大侄子你也一起参加吧。好。上集我们通过老妖传来的资料，得知了李文佳能瞬间将人催眠的奥秘——闭眼妖童。这时搜查李文佳的警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在校职工宿舍和他常去的住所都没有找到李文佳，并且刚刚接到各区报案，昨天晚上6点到目前为止，整个南江市有10几名市民失踪。林老虎立即召开案情讨论会，警察们熬着黑眼圈，强打精神，各自发表意见，但最终也没有商议出什么对策。这时，林老虎突然看向我：大侄子，我记得你爷爷有一种手段，可以找出罪犯的藏身之处。众人一听这话，视线齐刷刷向我看来，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林叔叔，你指的是补凶术吧？补凶术里面涉及到八卦和易经，是一位精通周易的宋家先祖发明的，是断狱神篇中最玄乎的一门学问。我可以补凶，但我需要所有人失踪的地点和南江市最详细的地图，还有一个罗盘。好，没问题，马上去准备。不一会，东西买来了，我在一个装满土的碗里插上一支香，将地图平铺在桌上，手持罗盘开始推算。乾坤定分星，8吉归中原，22个队，3期得旅。不少警员都开始在下面发笑。孙老虎严厉的视线扫过去，他们立即绷起脸，而我则完全沉溺在推算当中，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有了，众人赶紧凑过去看，这是旧造纸厂，就去搜这个地方吧。李文佳和失踪的人10有8九就在那里。好，立刻行动。等下，林头，你信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我们可不信。拿个罗盘念念有词，这要能破案，还要警察干嘛？西方有一种侦破技术叫做犯罪地理画像，可以通过犯罪特征来推测罪犯的藏身之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统计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我用的补凶术和这个很像，只不过古人是用易经的形式来表现的。你们要是怀疑的话，可以去这里查，我敢肯定李文佳一定躲在这里。还不快去查？众人立即动身，我和黄小桃疲惫不堪，休息了片刻才赶到。宋顾问，你太神了，李文佳果然在这里。我刚刚那个态度，我向你道歉。没关系，李文佳呢？抓到了吗？没有，他现在手上有10几名人质，躲在一间仓库里面。谈判专家正要准备进去。一个人进去的话太危险了，一定会被催眠的。林局，让我上吧。小王，你还有1个星期就要结婚了吧？里面情况不明，太危险了。林局，你看不起我？我的身份首先是一名人民警察，难道遇到危险就躲在别的同志后面吗？好小子，还教训起我来了。行吧，但一定以安全为重，如果情况不对，立刻退出来。明白。随后他便和谈判专家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局长，如果他不接受谈判，我请求带一批人突击。不行，你一边歇着吧，这里交给特警同志处理。哼，李文佳可不是一般人，特警怕是对付不了。他随便催眠个老太太都有那么恐怖的战斗力，更别说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王元朝。就在这时，里面传来一声枪响。林头，谈判专家被射杀了。是谁干的？是王元朝开的枪。小王，千万不要直视他的眼睛，马上退出造纸厂。我们等了许久，对讲机里才传出一声收到。收到。不一会儿，护送谈判专家进去的警员小王出来了，神情却有些异样。林老虎准备上前询问情况。林叔小心，他手上有枪。众人一惊，连忙用枪指向小王。小王放下枪，别做傻事。小王目光呆滞，缓缓举起枪，瞬间枪锁齐鸣。小王倒在血泊中。这是在向全体人民警察挑衅。我不经意间望向漆黑的天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林叔叔，我有一个计划。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我答应过你爷爷要保证你的安全，怎么能让你去跟凶手交锋？除此之外，
我们没有拿下李文家的任何方法，除非你不顾人质和警察的安危，不惜一切代价强攻造纸厂。这时无线电突然发出一阵噪音，里面传来李文家的声音：各位晚上好，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咬牙切齿的要想置我于死地，但你们就是奈何不了我。这样僵持下去太没意思了。我有个提议，让黄小桃进来，我拔了他之后就会自首。李文佳，你有资格提条件吗？不要触碰我们的底线，否则你的下场会很难看。刚刚又死了一名人质，孙局长的意思是，警察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拿一个人换10几条人命，不值吗？李文佳，你我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别人，我马上进来见你。可，我等你。局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你们都得给我活着回来。是。接上集，我通过宋家绝学捕凶术，定位到了李文家的藏身之处。当我们赶到时，他正挟持10几名人质，躲在旧造纸厂里，并提出让黄小桃来交换人质。我和黄小桃还有2名自愿跟我们一起进去的特警走进库房，特警们手持突击步枪朝四周巡视。人在上面，众人把枪口指向上方，只见一道横梁上站着一排人，他们像僵尸一样站在上面一动不动，让人感觉毛骨悚然。所有人把枪放下。我四处寻找他的踪影，最后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扩音器里传来的。我数到3，这些人就会集体跳下来。放下枪！众人立即把武器放下。黑暗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正是王元朝。王元朝，把垃圾清理掉。王元朝突然举起手枪，连续2枪，2名特警倒在血泊之中。黄小桃张开双手挡在我面前，王元朝就像出了 bug 的机器人一样，指头一直在颤抖，怎么也扣不下扳机。看来他接收的指令是嘎掉你以外的人。王元朝，停下！李文佳，你要嘎的人只有我一个，为什么要扯上其他人？哥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是我的一切。你剥夺了我的一切，我也要让你体会到这种痛苦。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杀光我们之后，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无所谓，为了复仇，我已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巴不得早点去黄泉之下与我哥哥团聚。放了这些人，我留下，要杀要剐随你。好一个大义凛然的黄警官，我怎么舍得就让你这么轻轻松松洗掉？想救这些人，好啊，你先在我哥哥的灵位前磕3个头，我要听见响声。你休想！可，那我就让这些人一个一个的跳下去。你可要记得，这些人的死全是因为你那无聊的自尊心。黄小桃咬咬牙，走到灵桌前跪下，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看得我揪心不已。很好，我等这一幕已经等很久了。哥哥，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李文佳，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别着急，黄警官，咱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抬头看看，我给你准备了惊喜。我们抬头看去，刚刚空出的2个位置多出了2个人，右边是马警官，左边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富豪，正是黄小桃的父亲。李文佳，你不得好死啊！这2个人只能活1个，你只有5秒的时间选择，否则他们就会一起掉下去。这时我一抬头，竟然发现有一个白衣刀客在默默盯着我们。这家伙难道一直就在那里？我竟然毫无察觉，到底是敌是友？我再次望过去，发现刚刚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突然，屋内所有灯光瞬间熄灭，整个仓库变得一片漆黑。他那只狐狸眼睛在黑夜中不能聚焦，而我的动幽之瞳却可以发挥到最强，看清楚黑夜中的一草一木。什么人？谁干的？王元朝，把他们都……这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并不是只有你的眼睛与众不同。我不甘心，我苦心设计的复仇计划不能就这样被你这种小角色毁掉了。王元朝，我从不会把对死人用的手段用在活人身上，但你已经不算人了。你要干什么？宋阳，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朋友，刚才多谢了，能不能出来见个面？过了许久，屋内依然寂静无声。还有其他人在场。仓库的电路应该就是他破坏的，至于是谁我就不清楚了。或许是我以前破案帮助过的人，也可能是李文家的仇人。对了，这个给你。你把他……只是腾昏过去了，我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没有生命危险。那东西根本就是逆天的存在，本应该及时销毁，但是鉴于闭眼妖狐已经灭绝，这东西应该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还是上交上去交给科学家们研究吧。李文家被捕之后，
政府为那几名殉职的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们干了一辈子的刑警，终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广大人民。王元朝、叶诗文，还有被李文家催眠的无辜群众全部被送进了心理诊所，进行康复治疗。几天后，黄小桃邀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我们聊起李文家的现况。李文家判刑了吗？他被检查出严重的精神疾病，被关到了精神病院里。他本可以做一个温柔可人的美女老师，却被仇恨蒙蔽双眼，断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何苦呢？他不值得被同情，比起他来，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才是真的可怜。他被关在哪家精神病院？我想找他聊聊。没机会了，前2天那家医院着了大火，他没能逃出来，烧的连灰都不剩。不提他了，姐给你准备了个好东西。什么呀？你猜猜，给你点提示，外包装是方形的，有保护作用，里面是圆的，中间有个洞。该不会是……没错，就是游戏光盘。这时，黄小桃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你好，哪位？怎么了？又来案子了？上次调查过的那个肉联厂打过来的，他说他们厂里今天来了一头奇怪的猪。奇怪？他们放完血后，发现地上写了3个字：我是人。他们还以为是谁在恶作剧，没想到拉开肚子却发现里面的内脏根本就不是猪的。人变成猪，猪变成人，我们都有罪，我们都要被吃掉。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那是小生，是他亲手杀的那头猪。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那是昨天晚上，我们杀一头怪模怪样的猪，就在放完血准备切割的时候，小生突然说：“他在哭。”他说话了，他说他是人。你确定那头猪是个人吗？不是很肯定，但我杀猪有20多年，我可以肯定那不是猪。你们平时用什么工具杀猪？就是拿一根长刺，一下扎进猪的脖子了。猪一般会挣扎几分钟，血流干之后就送到大车间加工。昨晚杀猪的这位小生师傅经验丰富吗？是个老工友，经验很丰富，一般来说不会有杀不死的情况。除非那不是猪。你们统统要变成猪，统统要被杀掉。他怎么疯得这么厉害？小生前阵子相亲了一个女友，一听说他是屠宰场的工人，顿时就不乐意了，说他这一行残忍，没有人道啊。小生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可能是积压在心里太久，今天又受了刺激，才说这些怪话。这些女孩真矫情，自己平时都不吃肉吗？说完，黄小桃叫一个女警员，把小盛带到一旁休息一会儿，安抚一下情绪，顺便看看能不能问点口供。随后我们来到屠宰车间，整个流水线已经停工了，一排排洗包干净的猪悬吊在铁钩上。我来到那头被切成2半的猪前，戴上橡胶手套，在内脏里翻捡起来。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瞧，这是子宫还有卵巢，她的身体上有很多手术缝合线，她被砍掉小臂和小腿，接上猪蹄，骨盆也被打磨过一遍，使她可以像猪一样用4肢站立。凶手还往她的身体里填充了大量脂肪，使她的体重剧增，让她仅有的2对断肢支撑全身的重量，致使断肢和猪蹄的结合处已经化脓感染了。凶手还给她缝上了猪的尾巴和耳朵，舌头也被割掉了。这是一个被整形手术整成猪的人。将人整形成动物，这真的能做到吗？整容手术通过填充、削骨、切割等手段，几乎可以将一个人塑造成任何一个人，理论上也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别的动物，但那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与耐心，一边调整受害者的身体构造，一边还要用药物维持他不死。这种残忍的手段堪比古代的凌迟酷刑。哼，这简直比变态都变态！等抓到他，我一定要先胖揍他一顿。尸体上有什么关键线索吗？这整具尸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线索，有能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多。你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人？整形医生。准确来说，是一个拥有诊所的整形医生。把人整成猪要花很长时间，帮别人打工的医生没条件完成这件事。我马上带人去南江市所有整形医院调查一遍，把经营者的资料汇总一下，再派另一批人调查这批猪的来历。几天后，黄小桃联系我，通过技术组 DNA 比对，死者身份确认了，她叫徐小慧，是一名自由画家。我接过她递来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小慧是个清纯靓丽的年轻女性，给人一种阳光开朗的感觉。一想到她死时的模样，我就感到怒火中烧。到底什么样的变态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我宋阳今日以先祖提刑官宋慈的名义起誓，定会为你沉冤昭雪。去他家里调查过了吗？还没有，正要去。走，我们一起。黄小桃叫上王元朝，
我们一同赶到徐小慧家，戴上手套开始搜查。我找到一个日记本，上面记录了主人每天的日程安排。看来徐小慧是个很善于管理时间的人。她是11月7号失踪的，快看那天她写了什么。被撕掉了。我看过去，发现果然只有16号，上面明显被撕掉了一页，下面还有字。果然在那一页后面写着几个大字：宋阳，不要查这个案子。谁这么神通广大，知道你会来这里？难道是凶手留下的威胁？不，凶手不会干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留下自己的笔记不是找死吗？不知为何，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了那个白袍少年的身影。莫非是他？他和这件案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往前翻了几页，日程本上全是一些普通的日程安排，但是我意外的发现11月3号这一页也被撕掉了。死者难道11月3号见过凶手？这人为了不让我查，把这一页也撕掉了。宋阳，你太聪明了，他这就叫做欲盖弥彰。去查一下死者最近的通话记录，特别是11月3号这天。好，我去联系电信局的人。王元朝办事麻利，不一会就回来了。11月3号这天同一个号码，给死者打过3次电话，号码的主人叫吴丽，我已经联系过他了。他说11月3号那天他们班搞了一次同学会，因为徐小慧路上堵车，他才打了3个电话催促。走，我们去见见他。我们来到和吴丽约好见面的咖啡厅，黄小桃问了当天同学会时的情形。那天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徐小慧上高中时就比较内向，就是跟几个女生关系比较好。同学会嘛，大家说说笑笑，吃一顿饭就散了。你们同学中有没有开整形医院的？有啊，他还是徐小慧的忠实舔狗呢。上集我们找到被整形成猪的徐小慧最后联系的人，从他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你们同学中有没有开整形医院的？有啊，他还是徐小慧的忠实舔狗呢。那个开整形医院的叫什么名字？他叫孔辉。我们那天听说他现在是专业整形医生，好多女生都说想去他那里做个微整形呢。哦，对了，他还留了张名片，我找给你们。我接过名片，上面是一个长相斯文的中年男人。你说他追求过徐小慧？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孔辉以前给徐小慧写过情书，写了10几封，但他那会又矮又黑，家境也不好。听说父亲还是劳改犯，他特别自卑，徐小慧怎么可能看上他？有一年520那天，他还在我们宿舍楼下面用蜡烛围成一个心形表白，也不知道是谁多管闲事，从楼上泼了一盆凉水浇了孔辉一身，后来他就再没提过这件事。同学会当天两人有过接触吗？这我不太清楚。警察同志，我都说了这么多，能不能透露一下，孔辉和徐小慧的死是不是有关？我们找你，那你跟他的死也有关喽？怎么可能？我跟他关系多好，是谁也不可能是我啊。那你就别乱猜，更不要在同学之间乱说。谢谢你的合作。一定。辞别吴丽之后，我们几人火速赶往孔辉所在的整形医院。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迎面走来。你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吗？是的，小姐，你是来整形还是抽脂的？黄小桃亮出证件，我观察他的表情，看见警官证的瞬间，他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此人大有问题。你认不认识徐小慧？11月3号的同学会，你们有没有说过话？10年没见面，当然聊了几句，就是一些普通话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他出了一些状况，目前正在抢救。凶手并没有亲手杀死徐小慧，我故意这样说。孔辉果然变得紧张起来。他怎么了？被车撞了吗？你难道不清楚吗？小同志，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孔辉果然不敢与我对视。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徐小慧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好吧，等他醒了应该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你们还有其他事吗？我有一场手术要做，没有的话我就不奉陪了。孔院长，方便让我们进手术室看看吗？你们请便。我们走进手术室里，正中间有一张手术床，上面是聚光灯。我用动幽之瞳反复扫视，这里应该不是案发现场。说的也是，这家医院生意挺不错的。孔辉身为院长，绝不可能在医院做这种事。这里这么多工作人员，很容易被看见。要不要把那院长带回去？没有证据不能抓人，眼下不要打草惊蛇。交谈之中，我们已经默认为孔辉是凶手了，正应了我爷爷的话，越复杂的案子越好破。如果孔辉不是用这种变态的手法来秀自己的技术，我们肯定得花不少时间。出门之后，黄小桃还对孔辉说了一些客气话，好像已经完全不怀疑他了。凶手无论聪明还是笨，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认为自己能够逍遥法外。离开整容医院后，我先回到了学校，本以为这案子很快就能告破，但是1天后，黄小桃发短信告诉我，专案组有几名警员突然退出，原因不明。杨子，这有你一封信。信？谁会给我寄信？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颗子弹。这是子弹信。你知道？
我在小说里见过这种情节，这是黑社会威胁人的手段。寄1颗子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再怎么样，下一次就用另一种方式送你1颗子弹。我立刻给黄小桃打了个电话，说了遇到的情况。其实昨天我和王元朝就都收到了，我请人鉴定过了，这枚子弹是7.62毫米的狙击步枪子弹，产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是绝对搞不到的。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整形医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背景。宋阳现在的情况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不要查下去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连小桃姐都害怕了吗？害怕的话，他就不叫黄小桃了，应该是有什么隐情。不一会儿，我的手机上突然来了一条垃圾短信，是什么网络游戏的宣传。我正准备删，一看发件人竟然是黄小桃，我连忙下载了客户端，登录游戏。我在新手村的第一个任务点，看见一个女号头上顶着黄桃小女侠的名字。这种界面方式真够别致的呀。我家住几楼？503。那个，我室友叫什么名字？大力出奇迹。我最近被人监视了，家里可能也装了窃听器，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见面。这孔辉到底什么背景啊？这么拽。孔辉可能在为一个庞大的黑恶组织服务，他将罪犯全部整容调包，真凶就可以逍遥法外。黑恶组织？难道是？他私下里应该有另一个工作室，平时在那里替一些神秘顾客服务，给徐小慧动手术应该也是在那里完成的。现在立刻叫专案组的人全市筛查，务必要把孔辉这个工作室找出来。林局不让我再查下去了，说是要交给特警反恐小组处理，我没答应，已经被保护性撤职了。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这时一个10几级大号过来，一刀把黄小桃劈了。站在村口说几句话都不安全，现在的网络环境太恶劣了，真当姐砸不起钱买不起装备。你瞧瞧他是谁？王元朝，你是不是趁机发泄平时的不满？不好意思，我手滑了。总之，只要我们找到那间工作室，就可以给他定罪，同时知道他替哪些人服务了。徐小慧被宋主任发现的地方在哪里？一条高速路附近。就从那里开始找起吧，我打算用一下禁术。爷爷，我练成了，我练成动幽之瞳了。原来宋兆林还有个孙子，我看看你爷爷把你教的怎么样。他是怎么死的？你能看出来我就饶你一命。他的右手慢慢举了起来，手里朦朦胧胧的像握着一样东西，好像是一颗心脏。而爷爷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口。活取心脏？怎么可能？我看不出来，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哈哈哈哈哈！宋氏后人不过如此，小子，等哪天你看出我的达人手法，我再来取你的命。记住，江北残刀永远是你的宋家的噩梦。爷爷，爷爷，杨子，你没事吧？怎么出了这么多汗？没事，我做了个噩梦。对了，现在什么时间了？晚上8点。大力，我要出去一趟。是去办案子吗？为什么不带上我？你能离得开我这个助手吗？这次和平常不一样，太危险了。我靠，是不是兄弟啊？多个人还多个照应呢，没准我还能帮上忙呢。不行，你必须带上我。最终我还是拗不过他，只好带着他来到我们约好见面的地点。王大力，你跟来干嘛？苏阳哪能离开我这个小助理？对吧，杨子？啊，对对对。你们没有被跟踪吧？没有，有人跟踪的话，绝对逃不出我的动幽之瞳。说完，我拿出一个小瓶，里面有一根插在药水里的银针，药水是我不久前调制的。待会我的样子可能会比较可怕，你们不要担心，都是正常现象。我深吸一口气，将银针扎进自己的脖子，瞬间大量的臭味朝我涌来，就好像鼻子被人打了一拳，视线也开始扭曲。我趴在地上，嘴角不停地流口水，身体不自觉地抽搐起来。宋阳，你确定真的没事吗？没事，让我适应一会就行。良久后，我终于适应了这种感觉。这一招叫做天狗寻踪术，能使嗅觉瞬间活化上千倍，远胜过警犬的鼻子。但因为这种药直接进入神经系统，副作用极大，所以是宋家的几样禁术之一，轻易不能使用。我现在开始找徐小慧留下的踪迹，你们不要乱走动。我吸动鼻孔开始嗅，突然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道，是从王大力身上飘来的，有一种腐臭味。今天的王大力确实有些反常，几乎一直都在跟着我，就好像在监视我。我发动动幽之瞳，仔细观察他的脸，猛然注意到他的发际线上有一道接缝。杨子，你往我身上看干嘛？你长得帅呗。我装作嗅东西的模样来到王元朝身边，向他示意了一下王大力的方向。王元朝立刻心领神会，一个闪身来到王大力面前，瞬间将他制服。王元朝，你疯了！他根本不是王大力，他手上有老茧，只有长期握枪的手才会在那几个地方长老茧。假王大力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声音也变了。我奉劝你们一句，有些案子可以查，有些案子不该查。
如果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一个都逃不掉，这身警服也保护不了你们。我走到贾王大力面前，一把将他的脸皮扯了下来。我们同时一惊，他的脸上没有眉毛，没有鼻子，鼻孔的部位只有2个长长的洞，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一样。你是一个无面奴吧？你怎么会知道的？我们宋家跟犯罪分子打了几千年交道，对你们这些江湖上的牛鬼蛇神比谁都了解。宋阳，什么是无面奴？江湖上有很多的隐秘职业，无面奴就是其中一种。他们从拜师之日起就要把鼻子割掉，日夜用特殊的药水洗脸，脸皮柔软的像面团一样，可以易容成任何人，还要练习假嗓子学别人说话。真正的王大力在哪？你替哪家黑社会办事？井底之蛙，区黑社会能和我们相比？我们是你招惹不起的势力。王元朝嫉恶如仇，最见不得犯罪分子嚣张的样子，对着无面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揍得他惨叫连连。元朝别打他了，他不会说的。药效快过了，把他带上，我们先查案。我摒去杂念，专心嗅闻地上的气味。草丛里隐约能闻到一些人身上的臭味和药水的气味。找到了，你们跟紧我。我循着气味一直走，找到一间屋子，就是这里了。孔辉的秘密工作室就在里面。我劝各位收手吧，千万别招惹组织，你们再查下去就回不了头了。好好活着不香吗？宋家祖祖辈辈都流淌着提刑官宋慈的血液，你觉得我会怂吗？说完，我就用铁丝撬开门锁。我们各自搜索屋内的东西。手术床旁边有些血迹，我用棉棒取样放进证物袋里。如果这是徐小慧的血，基本上就是定罪铁证了。我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贴满了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全国大案。等一下，这些都是当年江北残刀做的案子。你的组织和江北残刀有什么关系？我不能说，说了我就没命了。你不说也会没命，而且我会让你痛不欲生。宋阳，你冷静点，别冲动。这时，我闻到屋子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伴随着嘶嘶的声音。不好，是吸入式麻醉剂。宋阳，你不是很屌吗？怎么成病猫了？等我收拾完这女人再来收拾你。今天能开个洋荤了。这女人身材真不错。滚开，地祖！在我眼里，她就是一块上好的材料，别给我弄坏了。我要把他们都整容成猪，叫他们生不如死。这主意好，孔医生上回的杰作我没能亲眼目睹，这次正好观摩一下，开开眼界。那女人只是个失败品，正好拿他们3个再磨练一下技术，相信有朝一日我能用这种手段为组织服务。就在这时，屋内灯光闪烁几下，突然熄灭了。是谁？滚出来！又一个动幽之瞳，开枪，快开枪！你已有屈死之道。大侠饶命，我很有钱，你要多少钱都行。那个身背一把古朴唐刀的白袍少年走过来，将一个小药丸塞进我们的嘴里。这是避讳丹，我们宋家的祖传秘药。你是谁？你也姓宋？警告你的人，宋阳，我只求你一件事情，逃出去以后永远忘记这桩案子。江北残刀不是你们能招惹得起的。果然是江北残刀干的。等一下，我刚要问个明白，然而那个人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小桃打了电话，通知局里赶快派人过来。